你有没有想过，人在外面用一台手机就能够远程控制家里的电脑自动办公？更离谱的是，这整一套体验是完全免费，不限文件类型、大小传输，还能够远程开机。那同时呢，它还可以支持远程控制电脑来打3A 游戏，支持4K 画质、144赫兹刷新率，几乎是感觉不到延迟，使用非常丝滑。大家好，这里是 Hex 电脑课堂。本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非常强大的远程连接的一个神器。那不夸张的说，它是我目前用过所有的远程连接的工具，包括商用的效果里面最好的对，而且呢它是完全免费的。那它具体有哪些一个优点的我试用下来，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首先，它是完全免费，没有任何的会员的门槛以及收费的套路的。第二的话呢，它的那个时延非常低，我实测下来它大概是10毫秒以内，所以你使用起来会感觉非常丝滑，没有延迟。再就是呢，它支持 Windows、macOS、iOS、安卓等多个操作平台，你可以跨平台的这样的远程控制。对，再呢就是它的画质是非常高的，它最高可以支持到4K 的画质，而且呢，它还支持你自动去切换画质，以及有144赫兹的这样的刷新率。然后就是它的一个上手很简单，你不需要任何的繁琐的配置，你新手小白直接就能使用。OK， 那么废话不多说，我先带大家看它这个官网，然后呢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样去使用好这款软件。那 OK， 这个官网的链接以及其他课程资源我都会放到评论区，大家直接可以取用。这就是它的一个官网，我们可以看到呢，它这边的一个页面长成这样，然后呢，它底下呢是列举出了它具体一些功能，比如说它有远程办公啊，刚刚我提到的这些点啊，包括至于文件的传输啊，还有不限格式数量啊，是非常好的。然后还有它甚至可以支持你去远程的去打游戏啊，你看，因为它延迟很低嘛，对，所以整体来说它真的是很强大。对，那我们要下载的话，我们要根据自己的一个操作系统。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列出了各种操作系统啊，我这里是 Windows，我就选择它。然后呢，我点击下来之后呢，它就会新增一个这种安装包在本地。我们双击打开，然后呢，下一步安装比较简单，安装到本地，它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 logo 你的桌面出现这个 logo 之后，你双击打开它，那这个下载安装过程就已经好了。然后呢，这边的话呢，你一开始进来的话呢，它这边都是没有记录的，这个是我的历史记录啊。然后呢，你要做的是，首先你需要用你的手机号去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登录进去了。登录进去之后呢，你这一台终端，就是你控制的这一个终端，它就已经电脑就已经识别出来了你点一下这个全部设备这里，点击以后，你可以看到呢，这边是我之前配好的你的本机这里会显示它就已经上线了。那同样的操作，你需要在你被控制的那台终端，比如说电脑或者是手机，你也去安装一下这个悠悠远程。安装好了之后呢，你再登录你同一个账号同一个手机号然后呢，你在另外在机器上也登录上去之后呢，这边也会把你的那个终端设备都会显示在这个列表里面这个比较容易理解。OK， 那我这边呢，都已经配好了，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它有一些常用的一个设置，这个也是要注意的。有哪些设置呢？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它左下角有一个设置按钮，我们点击一下，然后呢，这边有有4个选项，有常规、安全，还有那个键盘、网络我们这个按常规的话，一般可以不去改动它你自己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选。然后安全的话，稍微要提一下，就是我建议大家把这几项都开起来，这3个按钮分别是你允许本账号去控制同一个设备你要勾选起它以后，你的那个同一个账号才可以控制不同的终端。下面一个就是允许远程协助，你去控制他人的电脑，或者是他人控制你的电脑都行。然后这边是那个要不要验证码登录这些选项你根据自己的喜好吧。最底下这个是允许文件上传互传这个也比较重要。OK， 勾选之后呢，然后这边有键盘，这个默认的就好了。OK， 然后网络的话，一般不使用代理的话，应该也够用了。OK， 那这边我们就设置已经配好了。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2个场景第一个是我们要用电脑端去互相连接用电脑端去连接电脑端，然后第二个是用手机端去连接电脑端。首先我们来到第一个场景，那第一个场景的话呢，我这边已经登录好了。OK， 那我们来到我们另外一台电脑设备。那另外一台电脑设备的话呢，我这边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配置，那我就不重复去演示怎么下载安装了那我就直接用这台电脑去连接。我们点击一下它，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我们点击这个进入桌面，然后呢，它就可以对。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就已经进入为远程控制的这台电脑了。然后呢，左上角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这个信号的一个格子，我们点击一下，你可以看到这边网络延时，它是4毫秒、1毫秒，是不是非常快就几乎没什么延迟。然后呢，你注意到它这底下还有个丢包率，就几乎不会有丢包，所以它的那个体验是非常好的。
就用起来是非常丝滑的，感觉不到延迟。然后要跟大家讲一下，还有需要注意的点，右上角有一个控制中心，这边有很多参数可以选择。这边是你的显示屏啊，你可以自己调整它的一个分辨率啊，根据你的一个需求。然后这边画质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原画，有 8:4，有2:1等等的啊，然后还有它的帧数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操作去选。然后底下是一个窗口，你可以把它调整实际大小或者是小窗模式。然后声音的话呢，这个调音量的。安全的话呢，这边你可以去设置要不要远控之后呢，要把它屏幕也锁起来啊，你根据自己需求来吧。然后外设的话呢，这里就是你的键盘、鼠标、麦克风，这是一个比较常规的，你可以选择开户 One O。然后底下还有一个更多，这边是一些游戏的一些设置或者是文件传输的啊，你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就好了。这边点一下它，这是全屏 OK，然后你要回归到退出全屏，就点一下它，点击退出啊就好了，这个就比较简单 OK。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可以完全通过这台电脑去控制另外的电脑啊，去给你去干活或者是办公啊都行。OK，那电脑端的话呢，我们就演示到这边了。那接下来呢，我跟大家再讲一下啊，它底下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操作。你看这里有一个文件传输啊，你点一下它啊，这边就可以直接在这里面选择不同的文件盘去给它对应的传文件，它非常快的。啊，比如说你选择它，然后点发送啊，就可以到你对应的这个那个远程的一个那个电脑里面去了。OK，那么就先退出。然后呢，这里还有一个更多，这边有一个东西很好用，我给大家讲一下啊，是什么？你可以远程控制它关机、开机、重启这些没什么好讲的。有一个东西叫终端，我们点一下它。你打开这个终端以后，它会有什么效果呢？就是你可以在你本地的 CMD 命令行里面直接去敲命令行。那这个 CMD 呢，它本质上是你远程那台电脑的一个 shell，明白吗？但是你可以在你本地的电脑上去可以的直接的去使用，所以这个就比较方便啊。对，那这是一个功能。那这边如果不想连接，就点击断开就好了。OK，那电脑端呢，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OK，然后再是手机端的啊。OK，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到手机端，我们要使用手机端给大家去连接我们的电脑端。那具体的话呢，有两个前置条件。第一，你要在电脑端下载好 UEE 远程，然后呢，登录你的账号，然后把你的那个远程这个工具给它打开啊。OK，然后呢，第二步的话就是我们要去官网去下载那个安卓的啊，我这是安卓的，然后呢，下载这个安装包，下载到你手机里面，然后你点击安装，安装好了之后就会出现左上角这的 logo。OK，那我们点击左上角。好，我们进入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我这里目前是有历史记录的。你一进来的话，什么都没有。那你要登录什么呢？你要登录你之前在电脑端那个账号，要一样的账号哦。这个时候你登进去之后，它就会把你这个账号下目前在线的设备，它都会显示出来。OK，那我这个给大家演示一下，我连接第一个好吗 ？OK，连接第一个之后，大家会发现这些按钮啊，跟我们的电脑端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啊。那我们点击进入桌面。啊，我们稍等一下哦，它现在都已经来到桌面了。OK，那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目前这个它的一个就是页面元素有什么含义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右边有4个，比如说操作啊、键盘啊、显示桌面啊、杂志所有窗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的是操作这一块，这里会涉及到一些你要不要退出，或者是你旋转屏幕、你声音量的大小，以及这个小窗、全屏等等。然后第二有一个启用按键的映射，这个主要是跟打游戏相关的啊，你没设计的话可以不用管。然后是触摸或者是说你是鼠标指针啊，然后底下有一个显示，这个可能会要用的多一点，这个就是调节你的画质以及你的帧数的啊，大家可以看到，以及你要用哪个显示屏啊，你的分辨率等等的 OK。然后底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安全，安全这里面主要跟大家讲一下，它有一个被控那个远程的一个锁屏，就是你控制的那台。你被控制的那台电脑或者是一个终端呢，你只希望你自己能看到，那么在其他的人他是看不到那个东西的，它的屏幕是黑的啊，是这样的，就保护隐私。OK，然后底下就是一个键盘，键盘的话呢，这边比较贴心，它给的输入法以及有快捷键，比如说常见的复制呀、粘贴啊等等，还有一个电脑的一个键盘，方便你在平板电脑啊那种比较屏幕大的一个设备上用手指去点击。OK，那这里就过了。然后第3个就是显示桌面嘛，这个显示桌面就是它会自动回推到桌面，以及底下最后这个显示所有窗口。那么它本质上呢，就是把你之前的开启的那些历史窗口都给显示出来啊，就这么简单。那还有一点呢，就跟大家讲一下，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正在拖动这个鼠标。你如果要放大这个屏幕，因为你手机可能屏幕比较小，那要怎么操作呢？我们把2根手指放在屏幕上，然后给它拉开或者是缩小，它就可以自然的放大。OK， 我先给大家拉开，大家也看到吗？就变大 OK。然后呢，把它缩小
它又变少了，这个就很方便了啊，它也是可以操作的。怎么操作呢？大家要注意有2点。首先呢，左上角这边有一个方块，我们点一下啊，左上角点了以后呢，它就是右键操作模式，就是你点了以后，点它按着不动，然后你再点一下，它就会出现什么鼠标右键的一个效果，明白吗？然后你松开之后，它又回到左键啊，你可以点一下，它就会回退啊，变少。然后你可以具体去操作一下，它能不能控制？当然是可以的。我举个例子给大家，我现在放大啊，我比如说我要调节我这个音量，那我就会点击这个小喇叭，对不对？它就出来了。然后看我点一下，它就可以在远程去控制我们具体的一个音量大小。OK， 你看是不是很方便吗？对，那这就可以实现什么？我们用手机在外面去远程控制我们家里面电脑，让它给我们办公也好，干活也好，甚至是打游戏都行的。OK， 那手机端的一个演示，我就给大家展示到这一块了。OK， 那关于用手机端去控制电脑端这样的远程控制呢，我就给大家已经介绍完毕了。OK，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能不能通过电脑端去远程控制手机端呢？很遗憾，目前实现不了啊。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截图，这是我帮大家去问的，这是问的是他们官方的一个客服人员，他们目前给出的反馈就是说，关于移动端被控暂未支持，所以可能要等他们后续的一个版本迭代升级。那我这边也帮大家有提一个建议，就是说希望他们后续能够支持电脑端去远程控制安卓或者是 iOS 这样的手机端。那一旦这个功能实现之后，它将会变得更加的一个功能强大和齐全，对吧 ？OK， 那后面如果有升级，我也会给大家反馈。那对于有些小伙伴来说呢，他说他就是想要用电脑端去远程控制手机，但能不能实现呢？当然也是可以实现的。我往期视频我专门介绍这一个内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一期视频讲的非常的一个详细，介绍了如何通过 Tailscale 加 Rust Desk， 然后去实现那个电脑端去远程控制手机端。当然它配置会比今天的要复杂一些，但是我那期视频都讲得非常清楚啊。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去学习一下。OK， 然后呢，大家如果对本期视频内容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啊，我都会一一进行答复的。本期教程的相关的那些资源我也都会放在评论区，大家需要的话直接可以去使用。OK， 那我们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了。大家如果觉得我的内容对您有帮助的话呢，也请帮我点赞关注、转发，支持一下我的创作。那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